大家好，我是 Nick， 欢迎收看我最新的 DJI 如影电影镜头复刻教学系列。在这个教学系列中，我想通过分析一些著名的电影场景的运镜方法，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去学习好莱坞电影，来更好的展现如何使用这些专业影视运镜的手法来辅助我们作品中的这些叙事和阐述我们想要表达的画面语言。因此，我们也拍摄了一部短片的这么一个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复刻了非常多经典电影的运镜方法。那在接下来的每一集中，我都将介绍一种运镜手法，并且使用我们的短片画面来进行展示，令大家更加直观的、更好的去了解和掌握每一种运镜带来的不同的效果。也希望这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拍摄你自己的作品。Hey, this is Ezzy. So Ethan and I also shot a lot of the behind-the-scenes footage to show you how Nick actually achieved these camera movements on set. 那本系列的第一集自然是从我最喜欢的 Dolly In 运镜讲起，那也就是推入。Dolly In 的手法一般是将相机放在一个推车上，然后控制着相机朝着主体人物或者你画面的物体的方向正面往前推入。Dolly In 推入运镜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将观众的注意力直接拉到画面中的某种元素上面。当摄影师慢慢的将镜头向人物推进时，就好像带领着观众一步一步的接近人物，在不知不觉中，这个人物就被拉到了观众的眼前，占据了整个画面，达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效果。在 Euphoria 亢奋中，导演经常喜欢使用推入运镜来达到介绍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强调画面氛围的这么一个效果。像是在这一个镜头中，相机分别朝着 Nate 和 Maddie 身上快速推入，光是运用镜头的语言，就直接的告诉观众 Nate 的目光在人群中被拉到了Maddie 的身上。那在教父的这个非常经典的镜头中，就使用了 Dolly In 的运镜，让镜头从远处缓慢的推入到 Michael 的身上。但是画面就是从一个宽广的多人物占据的这么一个构图，逐渐收缩，变成到一个只有 Michael 的 medium close-up 的构图。相当于就像是 Michael 将其他的角色都推开，自己独占了整个画面，充分展现出了他当时人物的这么一个地位，突出了他现在势力的强大。就像是 Michael 将观众拉到身边，用无可辩驳的气势告诉观众谁才是真正的老大。而在更具有紧张氛围和叙事的场景中，当镜头推入到人物身上，观众可以看到当然画面变得越来越窄，那也就像是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窄，逐渐这么挤向人物，十分直接地展现出人物在这个画面中当时感受到的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像是在法兰西特派中，警长得知儿子被绑架的这么一个瞬间，或者像是在 Nightmare Alley 中，男主角发现他的黑暗的秘密被逐渐揭开的这么一个时候。Dolly In 也可以给观众一种就是我们带着好奇心或者是同情心逐渐走向人物的这么感觉，希望能达到人物内心的最深处，去得知他们的想法。在这个镜头中，相机从远推进，相应的邀请观众走进 Arthur 的内心，感受到他在此刻逐渐接受他作为小丑的这么一个新身份。镜头也在推入的时候随之上扬，变成了一个低角度朝着高角度的拍摄，进一步的加强了 Arthur 当时从弱小到逐渐强势的心理状态的转变。推入速度的不同也会对画面产生不同的效果。快速的推入可以增添画面的戏剧性以及紧张的氛围，缓慢的推进可以增强观众的更好的代入感、同情感和画面的写实感。你当然可以根据自己叙事的需求来决定推入的方式。我们的作品是参考当年的穆罕默利对战 Sonny Liston 的比赛。讲述了2名年轻的拳击手 Devontae 和 Brandon 各自朝着自己的目标刻苦训练，最后相约在拳击台的故事。2个角色的画面以类似的构图和运镜互相交叉，也展现出他们的故事和生活也相应的相互交织。所以在展示画面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两边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性。
这一幕是短片开头的第一幕，当时租了一间洗衣房来拍摄演员 Devontae 的介绍画面。那为了起到介绍人物的作用，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缓慢的宽镜头推入的这么一个画面。我们当时将 Record Model 放在 DJI 的 RS2 上，并且使用了 Tilta 的 Advanced Ring Grip 来帮助我们安装更多的配件，这样子也可以更加稳定，也更方便的举着整一个 rig。那选择洗衣房当然是因为非常喜欢它的这种复古风和色调，以及洗衣机的构造，我们觉得非常适合 Devontae 的人物背景。那为了强调出洗衣机的结构形成的引领线的构图，我们便选择使用了 25mm 的 Zeiss Super Speed Primes 来拍摄。选择使用 Super Speed 的原因，也是因为非常喜欢镜头展现出来的画面的比较复古的这么一个色调。选择宽点的焦距，也自然可以更加体现出推进运镜的这么一个效果。当时为了辅助我们的4:3的 aspect ratio， 我们选择将演员放在画面的正中心，而在演员上方也刻意留出了比较多的一些 headroom， 然后使用 DJI RS2 就这么缓慢的将相机往前推入。在推入的时候，我们按住了 RS2 的扳机，来确保 RS2 的云台和画面的构图的稳定，就不会左右或者上下去移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使用了大疆的 Raven Eye 无线图传和铁头的 Nucleus Nano， 来让跟焦员可以更方便的进行无线跟焦。这两个配件搭配在一起，也尽可能的将整个相机的配置变得更加轻便，更适合放在 DJI RS2 上去调频。在推入的时候，便让跟焦员时刻缓慢地将焦点保持在人物的身上，来突出画面的主体，既被洗衣机构成的引领线的线条引领住，往中心推入。角色垂下头系着红色的全带，看向旁边的电视的画面，又低下头继续系着全带，为了夜晚的训练而做准备和打气，体现出了他人物的这么一个专注。相机穿过洗衣机，就像是引领着观众自己在画面中，在场景中慢慢的穿过洗衣机，靠近人物 Devontae， 仔细观察着他的动作、他的形象和周边的环境。整个场景使用缓慢推入，就像是慢慢的吸引观众去熟悉人物，也为了后面的叙事埋下伏笔，也进而就是塑造出人物这么一种比较沉稳的形象。那快速的推入放在这一个画面中，就会产生一种违和感，会很奇怪。我是将快速的推入就选择用在了后面拍摄 Devontae 练习的镜头中，就会产生出更加合适这个画面的一种激动一种亢奋的氛围感。我们在作品中频繁使用了 Top Light 和 Backlight 的灯光设计，用强烈的明暗对比来辅助我们的推入镜头，帮助我们更强烈的展现出相机是在步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这么一个视觉效果。在设计布景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当时只留这一个过道的天花板上面的灯，然后关掉其他过道灯，我们只好将洗衣房的全部灯都关掉。当时就是用了 Gaff Tape 将灯棒绑在天花板上面，形成了Top Light 的效果。我们将灯棒也稍微绑在稍微离人物后面一点的方向，使得人物身上打的光可以更有明暗的对比感。在当年的比赛中，穆罕默德·阿里有一个十分经典的瞬间，站在拳击台的角落垂下头，像是在祈祷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个 Devontae 在 LA 市中线桥上从背面缓慢推入的画面，并且导演 Devontae 垂下头与阿里的画面做呼应。在这个推入可以看到，与之前的洗衣房的推入不同，我们是将 Devontae 的肩膀设计占有大部分的画面，是因为与其是宽镜头的人物的介绍画面，这个推入更像是展现出相机是在步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视觉效果。因此我们也选择了以一个比较高角度的镜头来进行推入。那在拍摄推入运镜的时候，就是可以经常留意一下你拍摄的周边环境的一些元素，来更好的辅助你的画面感。像是当我们在使用推入运镜来拍摄一个 reverse shot 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将这电视机放置在了比较靠近窗户的位置。这样子在推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背景中的一些霓虹灯使画面具有比较更丰富的一些色彩，当然也可以增强我们画面想要得到的复古感。那首先我们就推入到了 Devontae 的人物的脸上，然后切到电视的推入镜头，展现出他在仔细观看的画面。推入运镜也可以体现出他的注意力被电视吸引的这么一个效果。使用屏幕上的画面来辅助我们的叙事和展现出他人物的心理状态。
在停车场拍摄的这一幕，也是选择了一个十分带有明暗感的建筑物来拍摄 Brandon 的拳击练习。随着画面的持续推入 ，Brandon 的拳击速度也逐渐加快，逐渐带领着我们走进他的坚决的内心。而他靠在墙上喘息的画面，这里的推入则是一个从宽镜头突入到他的脸部的特写镜头，就像是拉着观众，从远处拉到他的脸上，看得出他真真切切的努力和他的辛苦。所以总体来说，推入运镜是一个可以十分直接的拉近人物与观众之间的关系的手法，在日常拍摄的时候呢，就可以经常用上。运用环境来辅助构图，运用灯光、演员的站位和动作，都可以使你的画面更加有你自己的风格。I definitely agree. I think that Dolly-i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camera movements and has a lot of functionalities. I'm curious though,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are other uses or meanings behind this camera movement?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 section. 好了，那今天的 Dolly-in 的课程就到这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那我们下集再见，下一集我们就开始讲 Dolly-out 了。